外交学者认为，突厥国家组织可能会让中国感受重大威胁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福建少。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，土耳其这个北约国家被认为是个奇葩，不但与俄罗斯眉来眼去，同时还向乌克兰提供火箭炮以打击俄军。他甚至忙里偷闲，加紧与中亚的几个斯坦国的联系。在俄罗斯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，中国不但要提升在中亚的影响力，可能还将面临土耳其推动泛突厥国家组织的竞争。近日，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突厥国家之间更大的一体化可能对北京和莫斯科构成重大威胁》的文章。文章认为，突厥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开始形成势头，土耳其正试图将该组织升级为一个强大的政治联盟。英国人认为，伊斯坦布尔峰会是突厥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，因为在突厥联盟2040年愿景文件中概述了突厥组织将利用成员国的集体资源，成为全球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土耳其还在推动着建立突厥投资基金，其目的是通过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来加速成员国的经济增长。各成员国呢，还开展了加强突厥民族联系的文化举措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每个成员国都说同一种语言的世界，成立了共同字母委员会，以加快突厥国家向标准字母的过渡。该组织每年4次召集成员国宗教机构的负责人，讨论影响突厥国家伊斯兰教的问题。该组织还计划采取联合政治立场，对阿富汗危机、哈萨克斯坦动乱、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冲突和吉尔吉斯、塔吉克边境问题等各种地区问题采取集体观点。这一联盟还在推动跨里海东西中间走廊，并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合并，在突厥国家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，也就是利用成员国集体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，避免中国的影响力在中亚进一步扩大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突厥国家组织的目标是挑战中国的影响吗？这只能说是英国人的用心太恶毒了。首先，到目前为止，突厥国家组织真正积极参加的国家只有土耳其和阿塞拜疆，以一个一体化的联盟相距10万8千里。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，这种影响可能会危及其各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协调。另外，该组织成立的目标根本就不是挑战中国的影响力，因为中国从来不输出安全战略，不对突厥国家组织构成威胁。其次，一些突厥国家对土耳其的领导能力本身就不认可，中亚的突厥国家甚至会警惕土耳其人中的民族主义野心。基于血统和文化统一的组织活动的扩大，可能会导致其他突厥民族中派系倾向的恢复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当前的突厥国家组织并不是对所有突厥国家都有吸引力的，甚至有些国家对此还非常反感。为了避免引发抵触情绪，土耳其一再强调，突厥国家组织的目标是发展区域合作，增进人民的福祉，使安全永久化。最后，土耳其的野心其实是与中国影响力的竞争，但是这非常正常，并非敌对关系。土耳其总统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波尔哈内丁·杜兰说，鉴于中国在该地区的邻近性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，土耳其可以发挥平衡作用。其实这是土耳其推进驻突厥国家组织的一个理由，也是想得到美西方国家支持的借口。总体而言，突厥国家组织是土耳其野心的体现，但是并没有挑战中国影响力的迫切诉求。中国并没有在中亚追求霸权，也不会对相关国家构成安全威胁。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看，中国就是中亚国家发展的主要契机。所以，突厥国家组织想长期或中期成为该地区新的游戏规则的改变者，中国不会反对，但是土耳其可能还真的没有这个实力，因为相关国家目前还看不到
积极参加这个组织所能得到的好处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